All aboard！ Hello， 大家好呀，这里是火山社，我小史，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火山鬼话。今天的主题依然是留学怪谈。说是留学怪谈，但是今天的故事确实是有一些玄乎的，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北美亲身经历的一件离奇恐怖的怪事。为了方便称呼主人公我们叫他狗蛋儿。他现在生活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但在故事真正的开始之前，我觉得很有必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在那边当地的一些文化。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一节当地的历史课。我决定修这门课呢，不是因为我对当地的历史有多感兴趣，而是因为我从身边的很多朋友那儿打听到，在这门课拿高分的诀窍。这门课的教授是当地的原住民，而拿高分的诀窍就是去喷当地的政府，去怒喷他们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行为，然后去批判他们现在对待原住民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不管是考试还是作业，我们只要表达出以上的两种观点，就能轻易的拿到相对较高的分数。喷得越狠，分越高。说来也巧我和狗蛋儿就是在这节课上认识，并且成为好友。而在他毕业之后他也选择留在大温定居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位当地的 CBC， 决定结婚生子，从此走向人生的巅峰两边呢本质上都是中国人嘛，还是有些传统，像结婚定居还是要准备一套正正经经的房子的。狗蛋呢又属于那种家庭特别殷实的人，于是就决定购买一套大别墅。温哥华和很多地区都不太一样，在过去的那几年并没有很多新的房产，很多房子都非常有历史，尤其是那些地段好的老房子。狗蛋和他媳妇儿就这样看中了一套老房子，一套3层楼的小洋房，据说有100多年历史，三面环邻一面朝海，很有那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那种感觉。起初狗蛋决定买下房子，自然开始寻找屋主的联络方式。后来发现这个屋子的屋主人根本就不在大温，这套房子也全托给了中介来打理。这也没什么稀奇的，稀奇的是这套房子的价格出奇的划算。这套房子的报价可能是附近同等价值房子的9折甚至8折，但屋主有个条件，必须全款，而且不接受贷款。起初呢，狗蛋儿还是有点犹豫的，但是他的媳妇儿还有家人都非常的喜欢。后来他还是决定一咬牙把这套房子直接买了下来。我记得他们当年乔迁之喜的时候我还去玩过。1楼呢是那种特别大的客厅，不同于很多洋人不讲究房子朝向的位置这套房子朝南，然后采光也非常的好。2楼是很多间那种温馨的大卧室，而所谓的3层的第3层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那个地下室可能是这个房子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里面堆放着大量的旧家具，非常的灰暗，还夹杂着那种很有岁月感的那种霉味。再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各自生活，联络较少了。再一次听到狗蛋儿的消息是通过我们一个共同的好友，他跟我说狗蛋儿前段时间出了一次非常严重的车祸，车子直接撞进了厂房，一根钢筋也几乎刺透了副驾驶的座椅。二狗当时正在主驾驶位，所幸当时车内也没有第2个人。狗蛋呢虽然受伤严重，但只是皮外伤，所以问题不大。我当时非常担心的给他打去了电话，而在这通电话里，他终于跟我提起了他觉得这套房子有问题，以及在那之后发生的种种怪事的来龙去脉。刚住进那栋房子里，可以说是一切顺利，只是上一任房主在地下室留下了大量老旧的家具。后来有一天他也终于决定要把那些去处理掉。可就在他搬动家具清理地下室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地下室角落的一面墙是空心的。之前由于灯光昏暗没有注意到那块墙面有很明显后补油漆的痕迹。这没发现还好，突然发现自己家楼下有一个自己根本不知道的密室心里面就开始变得毛毛的。于是他就拿工具撬开了粗糙的墙面。好家伙，这不撬还没事儿，这一撬可算是闯了祸了。全家人都被吓了一大跳，里面居然暗藏着硕大的空间，空间里面遍布着各种奇奇怪怪的雕塑，以及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农具，还有大量的老旧的衣物等等。最恐怖的是在房间的正当中矗立着一根半人大的木雕。那个木雕长得非常的邪门，雕塑的内容是一个小人手持着一把短矛之类的武器，而且那个小人不但面目狰狞，他还有3个头。不过不像传统影视那样3个头是并排的，而是这样叠起来的，就很像是那种乐高的人偶人头给它叠起来的那种效果。每个头的表情都各有不同，但是都可怕狰狞，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其实说起来这就是个图腾柱。图腾柱这个东西在温哥华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东西。在大温呢，我没记错的话有50几个种族的原住民，像什么机场公园都有着大量的这种文化，但是那些玩意儿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后来加工出来的。而狗蛋家的这个图腾柱可能是个真家伙，长得就特别邪门。
但这些对于狗蛋来说都不重要。很快他就花了钱叫人把整个地下室清空了，包括那个图腾柱一起。怪事儿就是在那之后发生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狗蛋儿就一直做着各种噩梦，梦的内容大多相同，都是不同的人或者物在梦中追杀他的场景。梦里追杀他的东西会随着他生活中所见的人和事情产生变化，有的时候是人，有的时候是各种动物，甚至是一些臆想出来的怪物。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他的太太几乎带他去了所有的大医院做检查，可是检查结果确实让人感到非常意外，都说狗蛋儿非常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上的问题。但是狗蛋呢仍然无法摆脱这种在梦中被追杀的感觉，这样长期噩梦带来的结果自然就是神经衰弱，紧接着就出事儿了。一天他做梦自己正在开车，后面有一辆车正在后面疯狂的追赶着他。他感觉如果被追到就完了呀，于是他就拼了命的加速。后来他跑着跑着好像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于是就努力让自己醒了过来。可是当他张开眼他真的吓坏了，他发现自己真的在开车。长期的噩梦和睡眠不足让他在开车的时候直接整个睡着了，而且当时他的速度极快，根本就来不及刹车，就这样直接撞进了人家的工厂里，也就是我刚才提及的车祸。所幸的是当时是周末，没有人员伤亡。往后的一段时间就是无穷无尽的官司和赔款。在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他终于意识到那个房子和那个地下室有问题。解决问题得找源头嘛，于是狗蛋儿很快就找到了卖他房子的中介，想联络一下上一任房主，想了解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可谁知道这个中介毫无头绪，只知道这个房主的年龄很大，现在定居在欧洲，除此之外一概不知。而且在房子交易结束之后那个上一任房主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中介，留下的电话也打不通，发了邮件也再也没有回复过。狗蛋儿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就到附近的很多住户去打听一些关于上任房主的消息。可这一打听却打听到了一些更加瘆人的消息。上一任房主好像就是一位欧洲的白人男性，而他的太太呢则是一名当地的原住民。他们的生活特别孤僻，从来不与他人交际。据说曾经有过孩子，但他的原住民妻子和他的孩子在当时的一场流行病中全部病死了。后来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主人去到了哪里。这些消息看似普通，却让狗蛋感到毛骨悚然。他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不得已他贱卖了这套深山中的老洋房。搬到城里之后一切才慢慢恢复了正常。